眼下这个天呢是一天比一天暖和了。那么有很多朋友啊喜欢用中药调理自己的身体，可能这几天呢都会到一些药店呢开一些中药，回来好好的或者补啊或者调理。可是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呢，让我们感到很疑惑，就是有一位华人吴先生，他带着他的女儿呢从中国呀返回美国，他给这个美国当地的华人朋友啊带了这个16瓶复方甘草片，结果在入境的时候呢被美国海关呢给拿下了，说这是违禁品，要把这个销毁或者寄回中国。然后对于吴先生和他女儿呢5年以内不能再进入美国。当然呢这个不是最后的定论，可是这个事儿呢令很多愿意用中药的朋友感到很困惑。复方甘草片在我们来看，这各个医院都开呀，是再正常不过的了，非常通用的中药，怎么到美国那就不好使了，成了违禁品了呢？华人携带复方甘草片美国入境被扣押，常见中药何以成为美国人眼中的违禁品？18反19味君臣佐使4性5味，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难以跨过美国 FDA 这道坎儿，揭开 FDA 的神秘面纱，拷问中药受阻的症结所在。成分不稳，标准不一，还是语焉不详的毒副作用？当全球中药市场 90% 的份额都被日韩瓜分，我们又该如何拯救中华瑰宝？给中药把脉，和您一同探究走不出去的中药。其实这种情况对于经常出国的朋友很可能他不会感到陌生，我身边的朋友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当然我这个朋友往往带着呢是动物性的用药。你看我有一位朋友，他出国的时候他带过蝎子也带过蛇胆，结果到了海关那就被拿下，说这些东西是不能入药的，你这是违禁品。那么复方甘草片咱们看觉得很正常啊，为什么美国海关就不让进了，说它是违禁品了？我想这一点呢得首先给大伙解释解释，这个其中有个根本原因在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你看我们这个中药呢咱们很多朋友都了解一些中药知识，说这中药呢有这个18反19味君臣佐使什么4性5味5味其实就是辛甘苦咸酸，4性呢是寒热温凉。咱们这个理论是一套一套的，但是人家美国人不认可你这些东西，人家不觉得说你这中药里头要按照这些东西解释，人家认为入药3分毒，你必须得给我说清楚你这个有无毒副作用，如果真有你怎么能解决？咱们中医理论认为呢能解决啊，一方面我通过炮制就能去一些毒性，再通过配伍这俩药搁在一块配着就能把那毒性克制住。咱们这也叫说毒性相克，什么阴阳相克。但是人家老外哲学体系不是这个，人家不信这个。你比方说咱们这用药里头有这个朱砂呀、雄黄，这朱砂里头含汞，雄黄里头含砷，这两种药确实有一些矿物质是有毒的，但问题是呢，我们通过这种药性的相克或者通过炮制，能够把这毒性控制在一个可控范围内。在中药制品中，含有朱砂与雄黄成分的药品是否对人体有害，一直都是备受关注的话题。我国中医界对这两味药材的存废之争也由来已久。因为朱砂含汞，雄黄含砷，它的氧化物就是古人常说的砒霜，长期不当服用便会导致重金属中毒。牛黄类的产品它主要成分是雄黄，雄黄是三硫化二砷，它经过氧化以后变成三氧化二砷，三氧化二砷就对人体是一个有害的成分，它对人体的神经系统、消化系统和造血系统都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据统计，我国药典中含有朱砂成分的中成药约有46种，含有雄黄类的约有26种。例如我们常见的安宫牛黄丸、朱砂安神丸、牛黄解毒片等等，都是含有朱砂与雄黄成分的常见药品。虽然有人对中药制剂的安全性表示担忧，对此专家表示，朱砂与雄黄虽有毒性，但是如果严格按照传统药材配使用恰当，它们也同样是治病救人的良药。它有效的一个是小剂量使用，就是不好大量用；第二个就是说用的时候尽量的时间短一点。从我们现在用到现在几十年用下来，包括自古以来使用下来，也没有发现明显的副作用，没有危害。
但是外国人不这么理解，你既然是有毒，你得写清楚了成分怎么回事，到什么个边界会产生什么样。咱这中药哪有这玩意儿啊？大致是一个大夫一个方子，开完了你就照着来吧。但是老外不这么认为啊，你必须给我较真儿，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得给我写清清楚楚的。结果咱这说明书上面有时候啥也没有，一说谨记尚不确定尚不明确，这样的字眼人家外国人当然就不信了。所以这也和东方的神秘主义跟西方的实证主义这种根本的文化习惯的冲突有直接关系。因为中药在国外它没有这个领域，所以它是按照化学药的标准来要求中药，它不是一种成分，它是十几种几十种成分，一种成分可以让它稳定，几十种成分都让它稳定，这个难度很大。当然了，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一幕，复方甘草片被当成违禁品，这个主要的确认过程呢是拿这个呢送到了美国的 FDA， 美国的 FDA 经过化验确定说这确实有一些违禁成分，因为这里边含什么？含古柯碱，就是可卡因。我们说可卡因有的当毒品呢，这不能过呀。所以 FDA 一说违禁，它就是违禁了。那说到这儿，有人说 FDA 是什么机构啊？怎么这么权威呢？他说违禁就违禁了？这个 FDA 可了不得，它是世界上最权威的食品药品监测机构。咱们先来看一段小片，介绍一下 FDA 到底是干什么的。 FDA 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简称，它也是世界上最知名的认证机构之一。从1906年成立至今，美国 FDA 一直致力于食品与药品等诸多领域的行业监管。随着机构设置的不断完善， FDA 已经拥有了一个由医生、律师、微生物学家以及药理学家等人员组成的专业团队。为了实现精准监测，维护消费者权益，机构采取了多项严格审批措施。例如，每年 FDA 在搜集近8万项产品进行检验的同时，还会派遣上千名检查人员奔赴海外，完成相关企业的监督工作。FDA 的药品审批非常严格，仅一项药品的认证就可能需要涉及数万人的监测数据，以及长达3到7年的监测过程。只有完全合格的产品才能获得最终认证，而一旦通过，该产品将在任何 WTO 成员国畅行无阻，甚至连企业的行销模式都不能被干预。在国际食品与药品市场中，因为 FDA 的门槛与标准较高，因此很多商家也把能获得 FDA 的认证作为最有力的质量保证书。你看刚才这个片子您看了知道了， FDA 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这是代表着世界上对食品药品最高的监测标准。你要通过这个了，世界各地基本可以说就通畅无阻了。那么有人看了这个就说，哎呦，这看来人家对咱这个中药有偏见。确实到现在为止 FDA 还没有通过任何一个中药制品，就所有中药制品都没有通过 FDA 的检测。那说到这儿，有人说那也不足为奇啊，就说明他对咱就不待见。还真不是那样。现在在世界范围之内呢，你知道美国没通过这个，咱们中药肯定不能出口到那儿。欧盟呢对咱这边卡的也挺严，在这个2011年5月份的时候，欧盟就通过一个法令，没有注册的中药一律不能在欧盟卖。所以咱们现在的中药呢，很多是出口到东南亚各个地方，就能走到这儿去，就属于这个华人文化的影响区域。但你想到美国、欧盟非常难。可是奇怪就奇怪在，世界中药市场还挺大，日本和韩国得占90%以上，咱们可能连5%的市场都不到。我们也知道日本、韩国出口的，尽管它叫什么韩药之类的，它也是中药，理论系统也是中医这套系统。为什么人家就能合格出口了，我们这就不合格，就没有通过 FDA 的验证？成本高，耗资大，时间长，几率小。获得一张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的绿卡，要经历哪些纷繁复杂的认证程序？ FDA 的认证究竟价值何在？中国药企为何耗资数亿元10年磨一剑？双黄连、鱼腥草、葛根素先后发生的中药注射剂不良反应事件带来哪些反思？用药说明、不良反应、毒副作用，中药制剂出口欧美还要跨越哪些障碍？今天咱们就说为什么中药走不出去，咱们这方面出口这么差。今天要解释清楚这个原因，它是分成2个层面。从外部原因看呢，这 FDA 啊，它的监测确实是非常严格的。你看美国有一个统计数据嘛，说开发新药的成本是多少？是10亿美元。
平均经过的时间大概要10年左右，而且成功率也就6000分之一。就说开发药这个事儿是费力不讨好的。有人说这么费力气不一定成功，咱弄它干嘛呀？你可别说，一旦要通过了，那个利润可是不得了。你看咱们现在中国有一种中药，就上海制药厂的那个扶正化瘀片，现在呢正在通过 FDA 的第2期认证已经通过了，现在要通过第3期的临床认证。当然通过了第3期临床认证，后边也还有好多程序。目前呢中国就有这么2样药通过了它的第2期，现在正在走第3期，还有一个大概是复方丹参滴丸，就这么2种药。到现在为止呢，这2种药呢为了通过这2期认证呢，已经花了差不多1个亿了，就后边还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呢。有人说这么费劲通不过认证啊，遥遥无期。说这扶正化瘀片要走正常手续，通过3期临床认证得什么时候？得2019年，就还得5-6年时间了。有人说图这干嘛呢？利润非常大。华人携带复方甘草片美国入境被扣押，常见中药何以成为美国人眼中的违禁品？18款19味君臣佐使4性5味，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难以跨过美国 FDA 这道坎儿。揭开 FDA 的神秘面纱，拷问中药受阻的症结所在。成分不稳，标准不一，还是语言不详的毒副作用？当全球中药市场 90% 的份额都被日韩瓜分，我们又该如何拯救中华瑰宝，给中药把脉？和您一同探究走不出去的中药。有人说图这干嘛呢？利润非常大。扶正化瘀片是治什么的呢？治肝硬化的。现在西药对于攻克肝硬化是个难关，攻克不了。而美国呢，大概有2000多万人有肝硬化，每年有50多万人肝硬化并发症。如果你这个药真要通过了，至少上百亿美元的市场。但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就没有一种药能够彻底通过 FDA 认证？我刚才说这2样药刚刚是走到半道上，离成功还正就有段距离。那这个是为什么呢？人家是监测标准很严，思维和习惯和我们不一样，不认可中医理论，这都是客观的。但是很主要一点，还有一点，咱们国内各方面做的不够，就是我们在送去到人那检测之前，还没有达到一个基础的标准。所以咱们从1996年当时的这个咱们国家卫生局各个部门就提出过要叩开 FDA 的大门，到现在为止也没叩开。我为什么说跟自己有关呢？你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啊，以前我在节目里也说过，就是你看西药那个说明书，你打开你翻那个详细呀，什么禁忌啊、毒副作用啊，是各种不良反应啊，又如何这个使用期啊，甚至呢化学分子式都在那，尤其是对禁忌和不良反应写的清清楚楚。但是中药呢，一些中成药你打开你看看，好多那个说明书那写着尚不明确。你说人家那这么要求，我们这这么要求，这是由于我们当年呢大概是2006年有个那个中成药的说明书指导，就怎么给指导的呢？就是凡是你没有经过这种临床实验的，就可以写上。西药它绝对不会这么写，一定要写的明明确确。中药就可以写尚不明确，你这是吃药，不是别的事儿，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你怎么办？你看什么双黄连那个注射液、鱼腥草注射液，这都中药的制剂，最后出了问题了。据统计，我国目前中药注射剂多达130多种，可是因为该类药品的生产工艺不够完善，部分厂家的生产设备也较为陈旧，因此注射剂出现问题的事件也见诸报端。2001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检测中心首次通报了双黄连注射液引起的过敏反应。2009年9月，安徽、云南、江苏等地先后有3名患者在注射该药品后出现不良反应。此类情况在其他中草药注射液中也时有发生。根据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报告显示，鱼腥草、四五加、连必治、喜延平等中药注射液都先后被发现会引起不良反应。中药大家都知道，里面含有的成分是相当复杂的，就一味药来讲，就含有几种、几十种，甚至上百种成分。那么哪一个是有效的，哪一个是有害的，哪一个是有毒的，哪一个是过敏的，我们现在都搞不太清楚，所以它带来的风险就比较大。
2009年，国家药监局启动了中药注射剂安全再评价工作，针对中药注射剂出现的问题，重新修订并提高了中药注射剂的质量标准，同时对于注射剂的审批工作也变得更为严格。现在弄得中药这行业受到如此多的质疑，甚至有的人说应该废中医，应该废中药。当然我不赞同这么过激，因为中医中药用了几千年了，如果真要是不好使的话，那早就没人信了。它肯定管用，关键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它确定在一个边界之内。有的人一提中医包治百病，啥都能治，那中药就最灵的，这是完全不客观的，这是蔑视科学的态度。你这样会把中药跟中医给毁了的。不仅仅是这样，中药注册的这个补充管理规定里边第7条里就提到，就说你这个有的时候呢用不着经过临床实验。我们都知道现代的药哪有不经过临床实验呢？可是对有些中药就网开一面。当中药种植环境发生变迁，当现代工艺取代古代制法，古代名方、药典硬方，它们的药性药效是否会发生变化？东北参、高丽参种属相近，品质相同，为何在市场中却存有巨大的价差？这场与韩国、日本的中药竞争，又暴露了我国中药市场怎样的产业危机？走不出去的中药正在播出。华人携带复方甘草片美国入境被扣押，常见中药何以成为美国人眼中的违禁品？18反19味君臣佐使4性5味，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难以跨过美国 FDA 这道坎儿。揭开 FDA 的神秘面纱，拷问中药受阻的症结所在。成分不稳、标准不一，还是语言不详的毒副作用？当全球中药市场 90% 的份额都被日韩瓜分，我们又该如何拯救中华瑰宝？给中药把脉，和您一同探究走不出去的中药。我们都知道现代的药哪有不经过临床实验呢？可是对有些中药就网开一面。它的规定是什么呢？凡是古代优秀的药方，经过清朝或者清朝以前的医学典籍记载了的，流传范围很广的，就可以不经过临床实验。我认为这就是不科学的态度。过去流传范围广、疗效广，不等于现在它依然好使。古代优秀的药方不等于现在就一定符合科学根据。况且呢，这个药本身是由药材决定的，现在这个药材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比方说，原先这个药材呢，在哪儿生长的就是在哪儿生长，不能移植。你移植了药效肯定不对了。现在这个中药材遍地移植，那药效还能跟过去一样吗？即使不移植，你现在水、土壤、空气要污染了，你这个药材还能像过去那么灵吗？所以这些与时俱进发生的变化，你必须得正确对待，你得让经过这些药材制作的中成药经过临床验证才可以。可是我们现在呢，很多地方呢完全不考虑这个。那么你这药效能跟过去一样吗？这个还不算在生产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纰漏。所以说有关临床试验必须得做，有关紧急反应一定要明确，可这方面咱没有。所以你拿这标准到人家老外人去想挣人家钱，人家根本不可能接受你。你比方说人参，本来中国这东北这个长白山的什么哪儿这人参相当好，可是现在国际上认什么呢？一提人参，高丽参什么牌子，正官庄都韩国的。其实韩国人参都有不低于 30% 比例是从中国进口过去，人家从你那低价的买走，到那没有深加工，卖的价格比你的单价可能要贵20几倍。据相关部门统计，2010年上半年，我国人参出口总量高达1300多吨，可出口额却仅有2000多万美元。相比之下，韩国人参出口仅有209吨，可是出口金额却高达2900多万美元。资料显示，中国人参与韩国人参在种属与品质上几乎没有差别，可是国内人参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却大多处于劣势。市场上高丽参的价格要比国内人参高出近9倍。因为韩国人参销路较好，越来越多的韩国人竟然在中国做起了人参原料的收购。5公斤吧，就咱们这边5公斤就得2000多块钱吧，搁咱这边2000多块钱，现在5公斤，是不是？但是到韩国呢，他那1公斤他就600克，他就卖上万。一般韩国他们过来买那个就是咱们这原参，再一个他们买那个
就是一三生和野菜是买的多，他们一般买的是还是应该是24加工。业内人士表示，因为韩国人参有官方专营，不论是参苗种植还是日后的精细加工，都有着较为严格的监督标准。相比之下，我国的人参种植还有很多地方亟待完善。他们韩国特别注重品牌，他们这个市场经济已经多少年了，而我们国家有品牌，但真正说拿到西方国家知名度就不如高丽参了。现在国际上很多人愿意买高丽参，认为它地道道地啊，说正官庄的品牌，就是因为它制作过程当中精益求精，按照标准化，质量稳定。你在中国买好多东西质量不稳定，人家老外要真买你这东西，当然希望个顶个管用了，所以人家要买质地稳定的。在这一点上，咱们由于长期以来管理上的疏忽，在这方面亏欠的实在是太多了。现在咱的中药往国际上一拿，没有多少信誉，没有通过人家基本的检测，所以现在中药呢，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欧盟，打不开市场，有的时候仅仅在华人圈子里小范围流传，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我前面说那个思维观念，那个并不难转化，在现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世界，互联网时代，想要在思维上达成通融应该不难。你像咱们早些年看那个朱旭、梁家辉演那个电影《刮痧》，给小孩子刮痧，美国人觉得这是摧残青少年。但是这些年呢，咱们很多中医治疗手段呢，在美国你包括足疗啊、按摩呀、针灸啊什么的，很多美国人也都接受了，就这个思维观念一点共同。可是你的硬件入嘴这个中药，这个可马虎不得，因为你这里真要有毒的东西吃下去会死人的，所以人家绝不能在这个地方给你来个大约差不多就行了。咱们国内的标准太粗放，拿到国际上已经被惯坏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啊，我们现在要想解决的话，首先一个必须得加强我们产品的标准化，然后管理上中药跟西药要一视同仁。再第二点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对中药的传统错误认识实在是太多了。你比方说很多人一有感冒了不吃西药，说我吃中药，为啥？中药无毒副作用。谁告诉你中药无毒副作用？入药3分毒，没有药是没有副作用的。这种宣传我认为最后害了中医啊！中药天然无毒副作用，你就吃吧，最后吃出问题了，大家对中药就完全丧失信心。这个背后呢，有管理者责任，也有一些中药生产厂家在背后的推手。所以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应该对中医和中药有一个科学清醒的认识，能通过这种科学鉴定，我们承认它功效；没有能通过的，我们一定要谨慎对待。成都有位老先生啊，他失眠，他就采用了一个中药的方子，就是用柏子仁啊、五味子啊泡水喝，泡了3年呢，很管用。后来他为了省钱呢，他就跑到了成都最大的中药材市场荷花之穗，到那儿自己买了这柏子仁。可是买回来以后泡水再喝不灵了，整晚上睡不着觉。经过他前后仔细的比对，他才发现原来他后买这柏子仁啊，其实是什么呢？古先生买的中药柏子仁里面竟然掺杂了许多染了色的石头，他特意为记者做了演示。下面是石头，石头重一些，这是你噻，重噻，这是真正的柏子仁。石头染色的，那个染色就是毒的。经过一番沉淀，石头慢慢沉了下去，记者把石头倒了出来，不仔细看，这些石头与真正的柏子仁还真没什么区别。古先生把这些染了色的石头和真正的柏子仁分别倒在了一张白纸上，可是还是看不出有什么太大的不同。看来不是亲口品尝，还真分不出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第3次实验的时候，我60克柏子仁买的，取出了36颗石头。那么我想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事儿啊，肯定有一些中老年观众朋友碰到。就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呢，对这个中药啊，对中医说这不灵，其实很多时候并不是中医不灵。你想想，几千年下来，我们这么一套医疗系统，治好了多少人病，你怎么能说中医它就不灵呢？2002年，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刘海若在英国发生车祸，头部重伤，在英国抢救时一度被医院确认为脑干死亡。后来在家人的坚持下，他被送回国内。刘海若的家人在昨天晚上提出非常期望中国的专家前往伦敦为海若会诊。经过中医的精心治疗，特别是服用了中药3宝之一的安宫牛黄丸后，奇迹发生了。他不仅恢复了意识，
逐渐开口说话，下地行走，甚至最后完全恢复了健康，重新返回主播岗位。一时间，使用了犀牛角的老安宫牛黄丸黑市价格竟然炒到了2万元。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市场上出现了个别造假药材，药效渐低，诋毁了中医中药的美名。那么说的这个造假呢，它有几种方式，更多的是什么呢？把这个药物的精华萃取完了，剩下的废料再卖给你。你看有的朋友保养买这个冬虫夏草，有的发现这冬虫夏草怎么干干巴巴的，那就是里头的精华被萃取完了，剩下个壳也挺像的，反正就这东西嘛，卖给你挣你钱。所以好多时候这个废物利用萃取，这是一种方式。1公斤虫草20-30万，他卖的1公斤假的虫草就会把今年整个的那个铺面钱就挣回来。第二个是什么呢？以次充好，明明是3等货、2等货，冒充1等货，这个过去也常见。我举几个例子啊，一般都有朋友买人参，说到这个吉林哪儿啊买野山参，那是野山参吗？根本不是。你要来买来，他把那园子里种的原参5-6年就成那个，直接给移植到山林里边的，在那埋着，假装这是野山参。野山参最少得20年，就干脆搁假的当真的。那原参一个造价大概10块钱都不到，他卖你最少200-300往上。这个咱们中央电视台的这个节目曾经报道过这个，就野山参这块鉴定市场那种乱象。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万良长白山人参市场是全国最大的人参集散地。记者对30多家参农商店进行调查时发现，有一些参农商店都在销售一种经过省检的野山参。这种省检是由一家叫吉林人参研究院的鉴定中心出具的，而这样的野山参价钱一般都在200-300块钱之间。然而据一名商店老板透露，目前市场上真正的野山参数量很少，更多的是所谓的省检野山参。因为野山参我跟你讲，咱们万达这个地方就是谁要说哎呀人家走个3万5万条，那都是骗你，就说是谁家也没有这样去5-6千，那是骗你的。据这位老板介绍，这些所谓的野山参其实都是原参，由于它的外形跟野山参有些相像，价钱又便宜，每只不过10块钱，所以当地很多人用这种原参冒充野山参。记者注意到，这些假野山参有些还是经过粘接的。这是用什么东西接的？不亮的那个胶，去的有碱水的。据了解，一盒假的野山参成本为一只原参10块钱，包装盒25块钱，鉴定证书40块钱，外加手工费2块钱，成本最多不会超过80块钱。而这样一盒假野山参在抚松县万良人参市场的售价一般在200块钱以上。一只原本只有10块钱的原参，有了野山参鉴定证书，就能冒充野山参，欺骗消费者。你再有的，比方说天麻，把天麻的根茎挖出来，然后用天麻泡水煮，煮完了之后呢，根茎你根本看不出来，这是假天麻。记者在安徽亳州中药材交易市场上调查时，发现了某些不良商贩正在售卖熏制的天麻。你这天麻慢点。不是怎么发这么白？硫磺熏过呀。干嘛用硫磺熏啊？市场上要硫磺熏的多。为什么要硫磺熏呢？硫磺熏还有人买吗？好看呀。我们敢吃吗？我们吃不要带硫磺的呀，早上不能吃。你吃的食用东西也有硫磺熏的呀，你小麦了什么东西不用都用药熏吗？哪有不用药熏的东西？针对亳州药材批发市场假冒药材的现象，此后亳州市全面开展为期8个月的打造诚信药都药品药材市场专项整治活动，严厉查处违规经营中药饮片和超范围经营行为，清查整顿制假售假窝点等等，以确保中华药都的品牌。正规的中药企业在采购中药材时，则采取了更为严谨的办法，他们一般从中药生产基地直接筛选品质优良的药材。产地我们直接从我们基地上来收购。一年的基本上我们在产期的时候我们收来以后呢，我们自己去。咱都知道说当归补血，不完全是，这个当归分得很细。这当归啊头这块能止血，当件这块呢是补血，尾巴根这块是催血的。过去的当归采下来一段一段切好了，一钱一钱算的是很精细的，哪段干什么用。咱这里随便给大家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第一个什么原因呢？咱们经常说你这个人呐不地道，这话什么意思呢？原来根上
是不到地。什么叫到地呢？就说我这个产品呢，比方说这药材，你从哪儿出的，这个地方产这个药材才是正宗。比方咱们说这个当归，那得是甘肃易县的。咱比方说生地，那是河南焦作温县山西一带的，这才正宗。所以咱们有的看老中药房门口经常写着，比方这个中药牌子叫张同泰，张同泰道地药材，就说我这东西很地道，是原产地的。也就是说中药呢，你要讲产地，有的说那不都一样吗？你像板蓝根啊、人参的这些，你换个地方产跟那一模一样，可是你到那做一下切片研究，你就会发现它的药效有时候相差太绝了。经过多年的几代吧，是吧？几千年啊这样的考察，那个地方出的药就是要好的，是吧？你比如说人参，最好的就是东北人参。所以中药自古以来强调道地药材，传统的中药不是不能移植，它有严格的规范。比方说我要种当归，说我现在要从甘肃移到安徽去种去，那好，从甘肃那拿到当归的种子，我到安徽这儿来种，种下去之后长出来了，再用它第二代的种子再种，再长出第三代，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的当归，咱们都做系统研究，发现呢跟甘肃那边药效是一样的，这才算你移植成功，得经过3代。所以这就咱们经常说居生之淮南则为橘，生之淮北则为枳，南橘北枳，就你换个地方，它那药效就不一定灵了。第二个呢，采摘季节，行话管它叫抢青，就是这个中药啊，你得分什么季节去采它，过了那个季节就没有那药性了。你像有种中药叫阴沉，行内都说叫3月阴沉4月蒿，5月阴沉当柴烧，就说你3月份采它有药效，到4月份就差了，到5月份就当柴火烧了。这个咱们有药王爷孙思邈吗？药王爷手捻针，骑龙跨虎吗？这孙思邈当年就说过，中药你得分季节去采它，你要错过季节就没用了。古法药材打黄如何竟被某些不法商贩滥用？这是泥黄，用它干嘛呀？搞这个中药材吧。怎样才能制出良心好药？老梁观世界为您深度剖析中药灵，中医才灵。再有一个就是药品在储存保养过程当中，你比方说常见的啊，过去熏制药有一个炮制过程叫打黄。药材打黄是中草药行业几千年来的传统，为了防止中药材被虫子、真菌所害，打黄成为中药保存中重要的一步。古法打黄的操作非常严格，整个过程中硫磺不会直接接触到药材。然而记者日前在暗访了某些药材产地时，发现这里有一些药材硫磺熏蒸并不像古代那样严格，有的甚至用工业硫磺过量熏蒸。熏过的你基本上闻的话就能闻出来，它那个熏过的话，那个虫子就不进去了，虫子进去也就被熏死了。药材贩子告诉记者，药材被硫磺熏过之后会产生2氧化硫，对人体有害，但是由于保存困难，所以药农们一般还是会用硫磺熏一下。不然这个都熏了，还能放出来。收药的老板告诉记者，药材不熏硫磺是保存不住的，到了7月份，不打硫磺的药材就会生虫发霉，而打了硫磺可以让药材至少3年不生虫子。那本身可能对药材的药效或者饮片的药效也会有影响，因为它毕竟是一种化学物质，那很有可能会跟药材当中的一些活性集团发生反应，从而就影响到药效。近年来，针对药农用硫磺熏制药材事件，各地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加大检查整顿力度。再有第4点也不能忽视，就是炮制过程当中的问题。过去那个炮制非常精细，你看咱们有的朋友到同仁堂门口上有副对联，叫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就说我这基础药材可能挺值钱，但我不能随便偷工减料。我就说像10几万一件，几万一件，几万一公斤，我少投点行不行啊？那根本就不值当。炮制工序可能10多道工序，费人工，但是我不能省。为什么呢？炮制往往
是一个中药有效最关键的步骤，一个是减毒，就是把毒副作用减低了，再增加疗效。就是说炮制在整个中药制作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是绝对不能省的。就像矿物类的要早一点煎，因为矿物类的里面的有效成分不容易煎出，像芳香类的就要迟一点煎。所以这个中药这个东西看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老实说是药三分毒啊。所以不管是滋补药也好，是治疗药也好，都马虎不得。你看我小时候就一咳嗽，家长说喝点枇杷露吧，里头有蜂蜜，喝着挺甜的，小孩也愿意喝。他枇杷露怎么治的？是用枇杷叶。那枇杷叶过去怎么整呢？把那叶子剪了呀，必须得是得有3-5年以上的树，它的叶子才管用。把那叶子剪了，枇杷叶都得是干干净净的，没用雨水泡过的。把这个枇杷叶后头的毛啊刷干净了，刷掉了。为啥？那毛你不刷掉，进到人肺部，倒容易引起咳嗽。所以得刷干净了。刷干净了，把这些叶子呢搁到竹垫子上垫晒，最后都垫成8-9成干，然后再摞到一块，一捆一捆的立着放。等它全干了以后呢，搁刀切成0.5厘米的丝儿，然后锅里头搁点开水，搁点煮熟的蜂蜜，然后把这个枇杷叶搁里熬到最后呢，蜂蜜还粘上了，你摁还不粘手，这时候枇杷叶才能用来做药。你再有更细腻的，有的炮制过程呢需要多少道工序，你省了1道工序，可能这药效就不够了；你减了1味药，可能这药效就不对了。这种事非常多。你看那个大宅门，这是白景琦家百草厅，不是他儿子白敬业呢？在药里头偷工减料，说这谁能知道？不一样卖吗？白景琦一看不行，把药都给我烧了。说这缺了得了，是谁看不出来？他提出10个字，叫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就你自己干什么是别人没看着，你要这样的话，这中药这行当还能存在了吗？我这不为了快点吗？这叫快点啊！这叫偷工，不就少2道吗？那药不能吃了，1道也不能少。这都是药，这不像你买双鞋去，说我买的不合适了吧，我还可以换一双。况且都是给病人吃的，弄不好就得弄出人命来。干咱们药行这一行的呀，不能出一点错，那是草菅人命。还是那句话，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知。别慌！这大宅门里边这段视频我们看下来，你会很感动。就说老一辈的人，他不是不想挣钱，可是他有个行规约束，在制作过程当中随意就节省某一个环节，最后造成什么？药效不行，达不到标准。膏方做好以后，我们医生根本不会去尝的，也尝不出来。我怎么知道这个里面药是毛的好的？不是，这个2个字就凭这个药工的良心。那么当然，我们刚才说这些呢，只是说是生产销售这些环节，还有的我们自个儿有的时候啊，对这中药也不是很了解。咱们有的朋友呢，到这个中药铺抓回中药的，说自己煎自己熬吧，熬的不对，有时候也使药效失灵。你像咱们传统认为，比方说人参咕嘟时间越长，这不是药效就越好吗？但不是所有中药煎的时间长就好。你像比方说治感冒的药，像金银花，它这里头有些药物你煎长了挥发了，倒不管用了。所以一般治感冒的中药大致煎15分钟就够了，咱有不少人还按半个小时呢，把药效都给咕嘟没了。所以这方面呢，我们也需要加强对中药的认识。你既然认为中药管用，那你多了解了解中药的性能，不要求你背汤头歌什么的吧，你没事看看本草啊，了解了解这个，有点好处。这也是说到有关中药的药性问题啊，其实电视机前很多观众朋友，包括一些网友都非常有发言权，因为他们都使用过中药。你看网上这几位朋友就发表意见了。第一位朋友说呀，我母亲呢发烧7天，淋巴结肿大，打了7天抗生素不见效，后来内服外用，我用了7天中草药好了。我觉得中药还是灵的，尤其是对一些慢性病啊。那第二位朋友说，我这个治痤疮啊，吃了10几副中药不管用，后来一调查才发现不是中医不管用，而是这药本身就有问题。第三位朋友呢说的更是一针见血，说中医流传了几千年肯定是管用的，可是你要药材不好使的话，那么中医本身就没什么功效了。所以还是那句广告语，药材好，药材好。
3年服用的良药妙方，为何一招竟然不灵了？说老板，你这个药怎么的？他说正常的。怎样才能识别真假中药材？古法药材大黄，如何竟被某些不法商贩滥用？这是银黄，用它干嘛呀？搞这个中药材吧。怎样才能制出良心好药？老梁观世界为您深度剖析中药灵，中医才灵。所以眼下呢，这种状态呢，我倒觉得我们应该好好反思一下。现在有一个很关键问题是，你比方说这个中药我们说分3样，传统的中药材、饮片再加中成药。那么这里头的药品具体的标准是什么？咱们有药品管理法里有，可是中药不同地方生产的里头很可能就不一样，它炮制工艺差一块，复方的药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方面的标准我们急需要出台一个统一标准，而这个标准执行又有2条道，一个是种植的标准化，一个是制药的标准化。刚才我们说的炮制那是制药标准化，还有种植的标准化，就是这个地方我能不能种这个药，这个药材在这个地方长出来管用不管用，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种，比方说不能上化肥，不能上什么激素，然后阳光、空气、水、土壤这些合不合适，你得有个标准，就只有符合这些条件，你种这个药才管用。所以呢，今天我们说这个有关中药这方面，其实是影响千家万户的大事。咱们现在有不少中老年人很相信中药，而且中医这几年也很火，但是你想让它持续火下去，让它发挥治病救人的效力，必须得药灵才可以。咱们眼下这种状态呢，在整个的中医这行业之内，很多部门也确实支持这个中药。为啥？咱过去中国人看病，你看原先生产队时期那赤脚医生，为什么他能够长期的存在呢？主要用中草药，就地取材，成本低。你这个西药经过规模化生产，经过一些什么的，它的药价就上来了。如果中药能够广泛使用的话，药效还灵的话，不很大程度能缓解看病贵的问题吗？看病这价钱就降下来。所以说解决中药市场现在的问题，其实就是解决一个老百姓的身心健康问题，这个事儿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然了，作为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得奉劝大家，有不少的老年朋友吧，相信中医，相信中药，还相信自个儿呢，自个儿买点什么玩意自个儿泡，自个儿弄，这补啊什么的。如果你要吃西药，你都得问问大夫，这行不行，有什么毒副作用啊？中药同样，它的毒副作用可能小，但不等于没有。你服中药同样也要遵照医生。哎呀，我这身子虚，我得补啊。其实你不是虚寒体质，你反而阳火旺呢，又人参又什么的，吃完了晚上睡不着觉，兴奋不停说话，鼻子口出血，你说你何苦呢？还有的餐馆里头药膳往里加这个加那个，餐馆里的药酒里头又泡蛇呀、泡王八什么的，那都不是谁都能喝的。中药最大一个特点，活学活用，就是对症下药。你身体是什么样，用的药都不同。不是说这玩意儿补，谁拿不了补。像我这挺胖，补完没准还补出事儿来呢。所以这方面，咱们有些中老年朋友，你要信这个，但是你记住，对症下药，不是说人家吃好，你吃就好。所以我们一方面呢，得关注中药市场的这些乱象，加大力度去治理，然后提出各种各样的标准，进行更好的管理。另一方面，作为我们这些老百姓呢，也应该提高对中药的认识，经常跟大夫打的交道，遵从医嘱，不要乱吃一些中药，否则的话，效果很可能适得其反。我有个朋友啊，挺有钱，他老婆有个习惯，每天晚上呢，得在家呀炖俩燕窝，他一个，他老公一个。我问过他，我说听说燕窝这个东西很贵呀，说没事，我这不经常出差去香港、澳门吗？从那边往回带，比在北京这买呀得便宜一半。可是他这个好事啊，最近恐怕要到头了。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国家农业部和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出台了一个规定，禁止燕窝随便这么带到大陆地区，只能是通过正式的方式进口。那么说这燕窝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呢？究竟是顶级补品还是普通食材？你吃得起它们吗？价格贵过黄金，源自神奇功效，还是有人故意炒作概念？残忍杀戮换来的怎么成了美味？老梁观世界为您深度解析，补品不给冤大头。去年呢，我们有一些相关部门经过调查发现了，
这燕窝里头造假太厉害，它不是那种真正的燕窝，尤其是流传什么血燕，什么说这燕窝都是红颜色的，如何如何。一问这怎么造出来的呢？搁那鸟粪呢往上盖，然后再烘烤，说白了搁鸟粪培出来的。觉得大便的东西粪便是吧？来做方式的。高温情况下实行的。它怎么来的高温呢？要烘啊，要火烘啊。你说这有俩钱的朋友吃点燕窝，以为挺滋补的，没想到吃的是鸟粪，你多恶心吗？2011年8月，浙江省工商部门在检查中发现，号称顶级补品的血燕窝中，亚硝酸盐含量居然超标350倍，不合格率高达100%。随后，有自称业内人士立即做出回应：什么燕窝都要经过浸泡数小时以上，而后呢反复清洗，这样呢亚硝酸盐就消失了。对此，浙江省工商局给予了严词驳斥。事实上，我们也做过试验，含亚硝酸盐1000克以上的血燕，我们经过5个小时、8个小时的浸泡，仍然含有400毫克左右的亚硝酸盐。中国是燕窝消费大国，仅2010年1年就从马来西亚进口燕窝 8.689 吨，达到了马来西亚当年出口燕窝总量的 95%。随后在佛山、宝鸡、咸阳等地区也相继发现问题燕窝，进而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针对燕窝质量的检查行动。2012年初，国家农业部与国家质检总局联合发布公告，规定包括燕窝在内的部分动物性产品严禁携带与邮寄入境。完了之后我觉得挺恶心，没想到燕窝这么高档滋补品，花了这么大价钱，给我们带来的竟是这些东西。燕窝是什么？金丝燕，从北往南，候鸟嘛，就飞到马来西亚、新加坡这些地方，它用自个儿这唾液呢，在悬崖峭壁啊、山洞里头啊，给筑个巢，然后在这儿呢繁衍生息。这个筑这巢就是燕窝。那么白的这叫官燕，漂漂亮亮的。有的呢往里掺了一些羽毛啊、草棍什么的，就咱们一般燕子筑巢不有那样混到一块了，这叫毛燕。还有一种最贵的叫血燕，说是什么呢？说这个燕子呀，金丝燕吐血，筑成这巢，所以说红的血燕，说这个最贵。那血燕就是它唾液没有了，吐血，形成的叫血燕，知道吧？你琢磨琢磨，吐血，这个血要干了什么颜色？有人说血是红的，错，血要干了是黑褐色。那个燕窝就是黑的，它不可能是红的。再者说，要这燕子吐血，说明什么？这燕子不健康啊，得肺结核了，吐血了吗？你琢磨琢磨，这肺结核的吐出那东西你吃了，你能好吗？完全违背常识，也不怎么这些不法奸商一忽悠，咱们不少有钱人跟着上当。其实真正的血燕是什么呢？是悬崖峭壁上山洞那块儿渗出的一些矿物质，它发那种红色，所以才有血燕，非常少非常少。血燕的产量的话呢，估计可以达到5吨左右。5吨的话呢，就大概是5000公斤吧。但是这个5000公斤的话，我们当地人也消耗一空了。那我们当地的话呢，比如说有100多家那个加工厂和燕窝店呢，那每个月可能只出产个几十公斤或者数百公斤，几家店就抢光了，就不太可能会能够做到出口。可是你在中国大陆一买，好像到处都是血燕，你花个价钱就能买来，但是价挺高。那么我说到这儿呢，咱们有不少朋友说啊，老梁，这315之后你这又要说食品安全，不是，咱这期不是说食品安全，我说的什么意思呢？现在这不是已经禁止这些随便往进携带了吗？那么好，一方面呢，产地那进口咱抓住，再一个国内造假这抓住，就能够把这个燕窝市场造假这事儿给遏制住。可是问题是，你就遏制住了，你吃的燕窝都是100%的真的。我也告诉你，这也不怎么样。为什么不怎么样？咱们这期题目叫补品糊给冤大头。为什么呢？你听我在这儿给大伙儿分析分析这燕窝。你过去你看咱听评书，经常说某某人要吃饭，一桌席上来了，一瞧2楼这是大排宴宴，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呐，是吧？
人你看猴头、燕窝、鲨鱼翅，很有名的好吃的。首先一个燕窝不好吃，我尝过，没什么味道。说为什么你觉得它是山珍呢？你看咱们说冰糖炖燕窝，为啥要搁冰糖？就是为了把这燕窝弄得甜丝丝好吃。它就像咱们有人做鱼，鱼不有鱼腥味吗？我搁点醋拿它，和这道理是一样的。北京人爱喝花茶，为什么爱喝花茶？原来北京的水特别苦，特别难喝，花茶它有香气，能遮着这味儿。所以燕窝本身不是什么美味，这是肯定的。但有人说燕窝它有药用价值啊，我听说了，能补脑，能安胎，有丰富的营养，蛋白质，又氨基酸什么的。而且说这燕窝这个对这个女人好处更大，养颜生机、美容。说这4样，我明确告诉你，每样都有虚假宣传成分。说燕窝里有营养，我说这都是有科学根据的啊，不是咱在这胡说八道。燕窝里呢，50%以上是蛋白质。我们说蛋白质、氨基酸，这都是人身体必须的。可是它这蛋白质呢，不是最优质的蛋白。单纯看营养价值的话，首先来看蛋白质，单纯从这儿看似乎没达到，对呀。但是我如果考虑到蛋白质的质量的话，我一点都不舒服。因为蛋白质要考虑2个事情，一个是你吃进去的量有多少，第二个你蛋白质是不是合理，是不是高质量。燕窝与鸡蛋从蛋白质的吸收上来比较，鸡蛋的蛋白质要比燕窝的蛋白质更利于人体的吸收，所以燕窝的营养完全能够用鸡蛋来代替。所以你从营养价值来讲，燕窝是一般又一般，就根本没到你想象当中那么好的程度。说那我听说燕窝能这个安胎保胎啊，孕妇有不少吃的。目前科学家的探讨发现，有的人吃了他容易吃出病来。你比方有的燕窝下去，它里头有重金属，重金属一旦超标，你孕妇吃了不仅不能安胎，反而造成胎儿畸形。所以你要通过这方面科学的分析一下，你就会发现燕窝根本就不是咱们传说当中那种大补啊、高档滋补品呐、特有营养啊，又能美容又能什么的。所以买燕窝这事儿，在我看不是说这个东西没好处，而是它的功能被无限的夸大了。要是你说那不对，怎么不夸大别的呢？怎么不夸大鸡蛋牛奶呢？他夸大燕窝干嘛呢？因为燕窝稀少，物以稀为贵。过去这燕窝呢，在悬崖峭壁里头、山洞里头，那个去采燕窝的人得冒老大风险了。你想他费这么大的风险，这个东西能不贵吗？这就是物以稀为贵。由于燕窝原先少，造成这种情况，过去成贡品了。可是现在少不少呢？不少了。甭说造假这个，就原产地马来西亚呢，过去不是在山洞里采吗？现在在房檐底下搭好那窝，主动的让这个金丝燕往进钻，然后让它在这快速的垒那么一个燕窝，把这拿下来，逼着它再接着垒，这么整，都简直像养殖生产一样了，不是什么稀缺东西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为什么去呢？你看这个咱这边一说燕窝出事了，马来西亚、新加坡不少人着急。他们90%以上燕窝出口给中国，所以你这市场有点问题，他着死急了。这不咱们现在整顿这市场，这打击这个假燕窝，又不让随便的往进带，燕窝这个市场啊，今年了有点一蹶不振了，不少人不买了。可是高档滋补品这市场是摁倒葫芦起了瓢，它永远都有往上走的。现在燕窝被打下来，高档滋补品里又冒出一样来，现在它成了一统天下了。什么呢？冬虫夏草。这个冬虫夏草啊，咱们首先得给大伙解释解释，好多人都不明白。冬虫夏草简称虫草，是冬季真菌寄生于虫草和幼虫体内，到了夏季发育而成。夏季虫子卵产于地面，经过1个月左右孵化变成幼虫，钻入潮湿松软的土层。土里面的一种霉菌侵入了幼虫，在幼虫体内生长。经过一个冬天，到第2年春天来临，霉菌菌丝开始生长。到夏天时长出地面，外观像一根小草。这样，幼虫的躯壳与霉菌菌丝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冬虫夏草。所以这叫冬虫夏草。说白了是这哥俩在一块搭伙，他寄生到他身上。咱们有的朋友看过那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异形》，那个异形不是外星生物吗？
歘着把这手伸到人肚子里去了，就把这种种到这儿来，它跟人身体共用，那个异形其实就相当于冬虫夏草，这夏草。所以虫草这由于动植物合一块了，很多人觉得这玩意儿好啊，而且一查《本草纲目》，虫草真是一味历史悠久的中药材，能壮阳，能固肾啊，据说还能抗癌。有没有这些作用呢？一调查有，可是作用有那么大吗？没那么大，别的中草药一样可以代替它。我们冬天熬给一些慢性病来熬一些中药的膏方，那这样的效果可能远远要超过虫草。就是说不要把一个虫草当做一个神话的东西，就是能解决问题，它只是对你身体有一个慢性调理作用，可能起一定的辅助治疗作用。所以说这个东西高档滋补，它是极为有限的虫草。而且现在虫草呢还有个问题，就是我们说这假的太多。虫草总共世界范围内这种有507种，只有一种我们能管的叫冬虫夏草，就是我们说有营养的，那些有的甚至都有毒。可是现在咱们的市场呢，虫草乱七八糟，其他那500多种也来冒充这个来了，有时候你看分不出来。再有的呢，他明明这个不够分量，说1斤的虫草那才值钱，7、8两不够怎么整呢？哎呀，这些个败类想的招，往里打铅粉，哎，还有的往里打一些金属物质。这是多少？多重？12。把铁都变成钱了。断开虫草里头，搁那个铅丝接上，就等于压粪了。你说那一个铅丝得值多少钱？1斤7、8万。那虫草这么大一股铅丝，它也卖那价，得多吓人吧？那一下把身体切好，就等于吃下这块吃饭这样。甚至有的朋友什么，就真看不出来这虫草真假，里边是不是打上金属了，搁上铅丝了？怎么办呢？拿它到机场过安检去。一旦被注射金属粉的虫草经过 X 光机时， X 光机便会发出信号提示，这样就能判断虫草中是否含有金属粉。那哪这显示板？这不就是草吗？我就奇怪，咱们现在不少老百姓啊，尤其有钱人，不信科学家的，信商家的，专门爱听人忽悠。我就琢磨，他不信科学家，信忽悠呢？一个重要道理就在于这个东西贵。你记不记得李成儒有段台词吗？什么叫成功人士？你知道吗？成功人士就是买什么东西都买最贵的，不买最好的。他为什么要买这贵的呢？身份呢？老百姓消费不起呀。我有钱，我能消费起。你看我吃燕窝，我冬虫夏草，我比你地位高。像燕窝和冬虫夏草这样的高档滋补品呢，其实在社会范围啊，它流通的范围非常广泛。我们在这个网上就看到有很多对这方面有了解的朋友啊，在微博上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很有意思。你看啊，第一位朋友说呀，我就想不明白了，冬虫夏草是什么呀？就是一个死虫子身上长那么一缕菌丝儿，它的药用价值跟普通的蘑菇也差不了太多呀。是谁让它卖的那么贵呢？这背后一定有对手啊。第二个朋友说的好，说这个燕窝啊，没钱享受燕窝的人倒不上这当，凡是有钱买燕窝当冤大头的这人，你看都是那些有富裕出钱来的人才买。所以咱们去捧这个也没有什么科学性。而且有的高档滋补品，你不买了之后，在这个道德上心里都有点站不住。什么呢？我一说你就知道，咱们的打篮球大个子姚明有个电视广告，公益广告啊，姚明很有范儿，这拳头往这一支，来一句话：没有买卖就没有杀戮。请记住，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他为什么拒绝吃鱼翅呢？鱼翅咱们也说了啊，熊掌干贝鹿尾尖猴头燕窝鲨鱼翅，鲨鱼翅也山珍海味里的，据说大补，说鲨鱼翅呢能够益气清痰，能够护肾，说对糖尿病特别有好处呢。还姚明为什么拒绝吃鲨鱼翅呢？就因为鲨鱼翅的来路是怎么来的呢？从鲨鱼身上割下来，鲨鱼啊，它的肉不值钱，块还大，出海捕着鲨鱼，把它捞上来，先把鲨鱼身上这个鱼翅割下来，就什么就是鱼那个鳍啊，分成背鳍、胸鳍、尾鳍、臀鳍，电锯给割下来，活生生割下来，鲨鱼浑身都淌着血，都割下来，割下完干嘛呢？把鱼翅冷冻。这鲨鱼说，哪怕把吃肉也割不了那么多肉啊，鲨鱼肉也不值钱。把这割掉了鱼翅的鲨鱼，咚，再给扔到海里。你这个来路，你琢磨琢磨，这多残忍吧？活生生这鲨鱼就这么死了。
所以世界范围之内的环保主义者、动物保护协会绝对都反对这个。那有的说那讲不了，我人爱吃这个，到大酒楼无翅不成席嘛，就是给你上鱼翅。那么说鱼翅好不好吃，有没有营养呢？咱们先从营养上说，鱼翅其实里头就是那些像金质的蛋白，说白了就有点像金头巴脑那种东西，口感是好，你吃到嘴里滑滑溜溜的，但是它的味儿靠什么呢？靠配料来调，它本身没有多少味道。所以从美味的角度，你吃鱼翅汤干什么？是啥？是吃调料，不是吃鱼翅本身。它本身来说，对人身体，就我们从科学分析来讲，它也没有那么大的营养。它的蛋白质也是跟我前面说的燕窝类似，很难被人身体直接那么吸收。它的蛋白质也不是最优质蛋白，跟牛奶呀，跟我刚才说鸡蛋这些东西比，甚至还比不了那些。尤其有些造假的，你去吃了可能还有危害。咱们有的朋友不认识的，上碗鱼翅吧，一看，哎呦，这粉丝不错啊，确实有搁粉丝冒充鱼翅的，这不是开玩笑，有就搁这冒充的。所以这个里头同样乱七八糟。由于它稀缺，所以不是这个玩意儿真好，而是它缺，它少。那对于我们人类来讲，你说吃东西你为了什么？为了营养。它的营养没达到那程度，就因为稀缺你就捧它，你就花大价钱。你说你是不是个冤大头？为什么这些不少人愿意当着冤大头买我刚才说这些东西，花很高价钱呢？就是对补这个字儿，他并不了解是怎么回事。补是什么？我们什么叫补？我这裤子这缺个口，擦划口，怎么办？把它补上。我这块少块东西，啪贴个补丁补上，这叫补。就是你缺了才能谈到补。你要不缺，我这衣服本来好好的，非摁个补丁，那搁现在这小年轻有时髦的，那是玩范儿，那不是我真需要的。所以补是什么呢？你需要了才能补。这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你补什么呀？而且补这东西你要补大劲儿的，那不有人说人参拿过来跟胡萝卜那么吃，咔嚓两口，不一会儿鼻血下来了，补大劲儿的。他补这个东西不是说谁都适合补的，而咱们还有的人说那补没事，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动补，我不吃药，我吃东西，不说吃什么补什么吗？啊，说我吃这个鱼眼睛，我这眼睛就亮上了，这些都是无稽之谈。要真吃什么补什么，有些你还没法找。你说你得阑尾炎了，说给我来个爆炒阑尾，没这菜；说我前列腺有病，来干炸前列腺，哪儿找去？没这玩意儿。应该倒过来，补什么吃什么。就是你身体要虚的话，需要补，那好，给你断定哪些是可以补你这些功能的食品，应该是先找要补什么，再找要吃什么，而不是吃什么补什么。再另外一个，这个补有一个最浅显的道理，不可能是急于求成的事儿。说我这身体不好，我吃点就好了，哪那么容易啊？咱们人生在世啊，老天爷有个道理，大伙儿记住了，就你要想干这事儿，你要舒坦，往往对你就不见得有好处。对你的健康真有好处，它就不舒坦。我们以前说过吗？垃圾食品全好吃，健康食品都难吃。水煮大白菜真难吃啊，可是对健康有好处啊。麦当劳、肯德基油炸的垃圾食品吃着香啊。你要获得健康，这东西吃完了之后病从口入，你别吃了，可真好吃，我就得忍着。我获得健康了，我也难受了。说锻炼吧，谁都遭罪，可是遭完罪你获得健康了。所以天底下没有那好事，让你既舒坦了，满足了口腹之欲了，还获得健康了。这燕窝花甩腮帮子吃，舒坦，吃完了你还有健康，没那好事。所以这就是咱们往唯心了说，老天爷给我们的一种微妙的平衡。天底下没有那好事，而且有些朋友很有钱了，生活条件不错了，以为买点补品自个儿就如何如何了，那更是一种很愚蠢的举动。商家一面挣你钱，一边心里拿你当冤大头。你说咱们一些有钱的哥们儿是不是得琢磨琢磨这些事儿啊？